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许多银发族都关心的一件事，就是白内障手术后视力又变模糊的谜团。白内障是现代相当常见的眼疾，随着年龄增长，几乎人人都会面临晶状体混浊的问题。所幸现在医学发达，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患者透过手术重见光明。白内障手术可说是眼科里最成熟、安全且有效的手术之一，不仅时间短，恢复快，成功率也非常高。然而，不少患者在摘除了白内障，换上人工水晶体的一段时间后，又发现视力逐渐下降，重新变得雾茫茫，视力再度模糊，不禁让人怀疑白内障是不是又复发了？手术该不会失败了吧？甚至有人担心人工水晶体会不会坏掉，需要重新换一颗。今天我们就要抽丝剥茧来破解这个迷思。答案其实很简单，术后视力模糊并非白内障复发，更不是手术失败，真正的元凶另有他人。接下来我们将一一揪出幕后的三大元凶，并揭示对应的解决之道。让我们先从一个真实案例说起。王伯伯今年70多岁，7年前接受了白内障手术，术后视力一直不错，开车出游都没问题。没想到最近半年，他觉得眼前的景物又开始朦胧起来，晚上看路灯时甚至出现炫目的光晕。他紧张地跑回眼科门诊，疑惑地问医生，之前装的人工水晶体会不会是坏掉了，需不需要再换一个新的？其实像王伯伯这样的疑问在门诊中非常常见，许多患者以为视力模糊就是人工晶体出了问题，要重新更换。但眼科医师会先解释，人工晶体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脆弱，一般放在眼内可以用一辈子，极少需要更换。经过详细检查，医生发现王伯伯的人工水晶体完好无损，造成他视力模糊的罪魁祸首是水晶体后方的囊袋，因后发性白内障而变得混浊了。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一号元凶，后囊混浊。所谓后囊混浊，其实就是俗称的后发性白内障，也有人叫它二次白内障。它是白内障术后视力模糊最主要也最常见的原因，仿佛潜伏在术后的一个幽灵。要弄清楚这点，我们得先回顾一下白内障手术是怎么进行的。在手术中，医生会在你的角膜边缘开一个微小切口，利用超音波将混浊的晶体乳化吸出。但是为了放入人工水晶体，有一样东西会被保留下来，那就是包裹晶体的晶状体囊袋。可以把它想象成晶体原本坐在里头的一个透明小袋子，像一层薄薄的保鲜膜贴在晶体外面。手术时我们把里面混浊的晶体拿走，这个透明的小袋子则留在眼内，用来固定人工晶体的位置。刚手术完的时候，这层囊膜是透明的，光线可以顺利透过并聚焦在视网膜上，病人因此感觉视力豁然开朗。然而问题出在时间的推移，术后过了几个月甚至几年，有些患者晶状体囊袋内壁残留的上皮细胞开始不安分起来。手术中虽然已经尽量清除了细胞，但多少会有一点点遗留，就像除草后残留的一些根苗。在某些人体质下，这些细胞开始慢慢增生，逐渐爬满原本光滑清澈的囊膜。再加上囊膜本身可能发生纤维化变厚，久而久之，那层透明膜就不再透明，变得混浊模糊。有的医师形容，这种混浊的囊膜在显微镜下看起来就像月球表面一样坑坑洞洞，粗糙不平，再也无法让光线顺利通过。患者自己则感觉好像眼前又笼罩了一层白雾，就像干净的玻璃重新起了雾气，视力因而再次下降。这就是后发性白内障、二次白内障的由来，也就是王伯伯视力变差的真正凶手。临床统计显示，成年人的后囊混浊发生率并不算低，不同研究报告的数字略有差异，但大致估计约有1成到3成的患者会在术后几个月到几年内出现某种程度的后囊混浊。年纪较轻就接受白内障手术的病人，例如患早发性白内障或高度近视的人，因细胞活跃，发生后囊混浊的比例更高。相对地，年纪越大，细胞活性越低，囊膜重新变混浊的几率反而越小。不过幸运的是，现代的手术技术和人工晶体设计已大大降低了后囊混浊的风险。现在的人工水晶体通常在边缘有特殊结构，
可以阻碍细胞往中央增生。手术医师在操作时也会尽量吸除残留的细胞。尽管如此，仍无法100%避免这种情况。一旦后囊混浊这只幽灵元凶找上门，患者也无需过度担心，因为对付它其实非常简单。解决后囊混浊的方法并不是重新动刀换人工晶体，而是借助一项门诊的小手术，叫做 YAG 雷射后囊切开术。听到需要雷射，许多人一开始难免害怕，用雷射打眼睛会不会很可怕？会痛吗？其实这是一种非常成熟、安全的治疗，完全不需要开刀，也不会带来疼痛，通常只花几分钟就能让你重见清晰。整个过程也相当简单。你坐在门诊的雷射仪器前，医师先在你的眼睛表面点上麻醉药水，让眼球表面感觉不到不适。接着医师透过显微镜对准混浊的后囊膜，发射出数下高能量的雷射脉冲，只听见吱吱2声轻响，伴随着细小的闪光，雷射在囊膜中央打出一个圆圆的小孔，就好比在起雾的玻璃上擦开了一块透明的窗口，原本被阻挡的光线唰地一下通过去了。许多病人在雷射施打的当下就感到眼前一亮，模糊烟消云散，视野再次恢复到术后清澈明亮的状态。有临床案例报告，一些术后视力掉到 0.5 左右的患者，经过这短短5分钟的激光处理后，视力又回升到 0.8 甚至 1.0， 效果可说是立竿见影。更棒的是，这种雷射治疗通常是一次性的，由于囊膜上被打开了一个永久的通道，日后细胞就算再增生也不太会影响视轴，不会再像之前那样遮挡视线。换言之，大多数病人只需要治疗一次，就可以长久维持清晰的视野，不必担心后囊混浊卷土重来。医师也特别提醒，千万不要因为害怕再动手术而迟迟不敢就医。有些人听到自己被诊断出后发性白内障，就以为又得进手术房挨一刀，所以干脆拖着不处理，结果白白模糊了好几年，生活品质大受影响。其实后囊混浊的雷射处理不需要进手术室，在门诊就能完成，既没有伤口，也不影响日常作息。治疗后隔天即可正常活动。只要你的眼科医师确认是后囊混浊在作祟，那真是几分钟搞定的小事。所以术后如果觉得视力模糊重现，千万别自己吓自己，也不要一拖再拖，尽快回诊检查并接受简单的雷射治疗，就能早日再次重见光明。解决了第一号元凶，我们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因为并不是所有术后视力模糊的问题都像后囊混浊那样简单轻松。在某些案例中，医生检查发现患者的人工晶体和囊膜都很清透，并不存在2次白内障。那么视力为何依然不佳呢？这时就要把目光转向眼睛更深处了。第二大元凶往往隐藏在眼球的深处，也就是眼底。这第二个可能的犯人其实就是各种眼底病变，简单说就是视网膜或黄斑部出了问题。白内障主要影响眼睛的镜头、晶状体，而眼底的视网膜则好比眼睛的底片或数位感光元件。底片如果本身有损伤，就算镜头再清晰，拍出的照片依然会模糊。同样道理，哪怕白内障手术非常成功，人工晶体也完美无瑕，如果视网膜或视神经出了状况，病人的视力表现依然可能不如预期。眼底的毛病有很多种，其中对中老年人视力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和老年黄斑部病变，俗称黄斑部退化。我们可以分别透过案例来说明。先来看糖尿病患者的情形。一位60多岁的李阿姨，有20多年的糖尿病病史，她的白内障在术前相当成熟，也就是晶体非常混浊，以致医生在手术前检查时几乎无法透过混浊的晶体详细观察她的眼底状况。一番期待之下完成了白内障手术，她的视野的确变得比以前明亮许多，但没过多久，她发现自己的视线依然不太稳定，总觉得看东西对不准，教文字边缘好像有点松散。回诊仔细检查后才发现，原来糖尿病已经在她的视网膜上埋下了问题。长期的糖尿病会侵袭眼睛里细小的血管，导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底的血管因高血糖变得脆弱渗漏，视网膜缺氧，而身体还会长出异常的新生血管试图补救。这些新生血管反而弊大于利，极容易破裂出血，让眼底变得一塌糊涂。同时，
缺氧的环境也会令黄斑部眼底负责中央视力的区域出现水肿。如果黄斑部水肿或有出血，视力当然就会模糊下降。过去白内障还没拿掉时，李阿姨眼中的世界本来就雾茫茫一片，糖尿病对视网膜的损害反而不明显。如今白内障手术替她打开了明亮的视窗，原本隐藏在后的视网膜问题就这样暴露了出来。对李阿姨而言，很容易误以为是不是白内障又回来了，但其实不然，而是糖尿病在捣乱。再来谈谈老年黄斑部病变，这是好发于50岁以上族群的眼底退化性疾病，在白内障患者中并不少见。据统计，大约50岁以上的人群中，有1成左右患有不同程度的黄斑部病变。有些长者平时可能没察觉问题，但在白内障手术后才发现视力依然存在缺陷，这往往就是黄斑部病变在作祟。举例来说，张爷爷今年75岁，双眼的白内障手术都很成功，远看的时候觉得比以前明亮清楚了不少，但奇怪的是，他近距离看报纸时，总觉得字迹有些扭曲变形，直线看起来也弯弯曲曲，眼睛盯久了还酸胀不适。回诊一查，原来张爷爷的黄斑部正悄悄退化，出现了年龄相关的病变。他之前因为白内障太严重，反正看什么都模糊，也就分辨不出黄斑部的异常。等到晶体变清晰了，他才惊觉自己的中央视力依然不完美，这就是黄斑部病变在干扰。事实上，白内障和黄斑部病变常常同时发生，两者都是随年龄出现的问题。以往仪器不够先进时，两者确实容易在诊断上互相干扰。不过现在有先进的检查仪器，例如眼底光学断层扫描，可以在术前术后快速地侦测黄斑部的状态，能够准确区分出问题所在，不再让黄斑部病变隐身于白内障的阴影之后。面对眼底病变这号顽强的元凶，处理起来就不像后囊混浊那样可以速战速决，但也不是束手无策。第一步是详细的检查与正确的诊断。眼科医师通常会为术后视力不佳的患者安排眼底评估，包括扩瞳仔细检查视网膜，或利用光学断层扫描检查黄斑部有无水肿。一旦确认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或黄斑部病变在影响视力，接下来就要针对病因积极治疗。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来说，治疗重点有2方面，一方面是全身疾病的控制，必须把血糖、血压等指标稳定下来，减少新的眼底损害。另一方面是眼部的治疗，如果病变已明显影响视力，眼科医师可能会建议施行视网膜雷射光凝手术，在视网膜周边打雷射凝固，封闭那些渗漏的血管。此外，现在很常见的疗法是施打眼内药物，例如抗血管增生药物，直接将药物注入眼球玻璃体内，以抑制不正常的新生血管生长，减轻黄斑部的水肿。听起来可怕，但这种治疗也是在局部点麻的情况下完成，过程中病人多半只觉得有一点异物感，几分钟就打完1支针，通常需要隔几周甚至每月重复治疗多次，才能让黄斑部恢复稳定，不再反复积水漏血。虽然疗程漫长，但目的是设法挽回部分视力或避免进一步恶化。至于老年黄斑部病变，一般分为干性和湿性2种。干性黄斑部病变进展较缓慢，目前没有特效药，但营养补充被认为有帮助，可以在医师指导下服用叶黄素、锌、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等抗氧化营养素，并定期追踪黄斑部状态。若是不幸发展为湿性黄斑部病变，因为长出了容易渗漏出血的新生血管，其治疗方式和上面提到的类似，同样需要在眼内定期注射药物来抑制不正常的新生血管。由于这类治疗讲求不进则退，因此病友们需要有耐心，按照医嘱按时回诊打针，才能维持住现有的视力。总之，糖尿病也好，黄斑部病变也罢，都是需要长期监测的慢性病，并不是开完白内障就一劳永逸的。我们可以这么比喻，白内障手术只是帮你换掉了眼前那片肮脏的玻璃，但如果你的底片本身已经损坏，那就还需要另外请专门修复底片的医生来治疗。幸运的话，经过适当治疗，你的视力仍有机会提升，或至少保持稳定。就算无法回到年轻时的完美状态，
至少也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不会错怪手术没做好而灰心丧气。另外，还有一种眼底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那就是术后黄斑部囊样水肿，这是白内障手术的一种潜在并发症。由于手术引起的炎症反应，少数病人在术后几周内会出现黄斑部的暂时性水肿。患者通常是在开刀数周后，发现视力本来一度清晰了，却又有些模糊下滑。好在眼科医师透过光学断层扫描，很容易发现这种水肿，而治疗方式也相对简单，通常只要加强点用消炎眼药水，几周到1-2个月内，黄斑部的水肿就能消退，视力也随之改善。情况比较严重时，医师也可能会在眼内注射长效的类固醇药剂来迅速消肿。总的来说，术后黄斑水肿是一种可以逆转的暂时问题，只要患者依照指示用药并耐心治疗，大多能恢复到术后的最佳视力状态。介绍完了眼睛深处那些潜伏的敌人，接下来这第3大元凶可能会让你感到意外，它既不是什么可怕的眼疾，反而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情况，没错，就是干眼症。别小看干燥的眼睛，术后的干眼足以让你的视力体验大打折扣。许多白内障病友在术后都有过这种经验，刚开完刀时视力清清楚楚，但过没多久又觉得眼睛干涩，东西看起来雾蒙蒙的，尤其看书看电视一阵子后更明显。休息一下，滴几滴人工泪液，视力好像又清楚些，但用眼时间一长又模糊回去。这种时好时坏的清晰度，10之8九就是干眼症在搞鬼。事实上，白内障患者多数是中老年人，本身就属于干眼症的高发族群。随着年龄增长，泪腺功能会逐渐减退。一项调查显示，全台65岁以上的长者将近1/3有人为干眼所苦。而接受白内障手术后，由于手术对眼睛造成一些刺激，干眼症状可能变得更加明显。台湾每年约24万人次进行白内障手术，有研究指出，其中约1到2成的患者在术后出现不同程度的干眼症状。不仅如此，超过4成的白内障患者在手术前就合并有干眼问题，只是他们可能把轻微的不适当成理所当然，直到术后在明亮的视觉下才真正意识到，为什么白内障手术会诱发或加重干眼呢？原因其实并不难理解。首先，手术虽然切口很小，但不可避免的会切断部分角膜的知觉神经。这些角膜神经原本负责感受眼表的状态，并反射性的调节泪液的分泌。一旦神经被切断，短期内泪液的反射分泌就减少，眼睛就会变得比较干涩。其次，在手术过程中，患者必须睁大眼睛直视显微镜下的强光好几分钟，强光照射和眼皮长时间大大张开都会加速泪液的蒸发。一场手术下来，角膜表面的泪膜可能被蒸干了一部分。再次，术后需要频繁点用各种眼药水，如抗生素、类固醇等，而许多药水中含有防腐剂，过度使用也可能扰乱泪膜的稳定。最后，前面提到，中老年人本身泪腺功能就衰退，许多人在手术前就已有轻微干眼，只是因为同时受白内障影响而没有太在意。术后在明亮清晰的视觉下，他们才发现自己的眼睛确实很容易干涩。以上种种因素叠加起来，很多病人在开刀后1-2周开始觉得眼睛异常干涩，甚至感到发痒刺痛，好像有砂纸磨在眼球上一样。由于泪液是维持角膜光滑透明的关键，当眼泪不足时，我们角膜表面就会变得凹凸不平，失去光泽，光线经过时就会散射，折射不均匀，人看东西当然就模模糊糊了。我们不妨以一位病友的经历为例，李奶奶在完成白内障手术后，起初对她重获的新视力赞不绝口。她发现屋里窗帘上的花纹都看得一清二楚，连看报纸都不用再戴老花眼镜了。然而过了几天，她发现每天黄昏时视力总是明显变差，双眼又干又涩，好像蒙上了一层雾，甚至早上起床时都觉得眼皮特别黏重，得眨好几下才能看清楚。她非常着急，生怕是手术没做好，或什么后遗症没处理干净，甚至怀疑是不是人工晶体移位了。回到门诊一检查，医生发现他眼中的人工晶体位置良好，后囊膜也是透明的，眼底也没有问题，但泪液分泌测试值偏低，泪膜破裂时间也过短。
简单说，这就是典型的干眼症。医生向他说明了原因，帮他调整了药物，并建议加强眼部保湿。李奶奶回家后开始定时频繁地点人工泪液，每天睡前还热敷眼皮并按摩眼周，而且刻意控制每天看电视和手机的时间。几个星期下来，她发现自己的眼睛舒服多了，晚上视力模糊的情况也大大减少。这下她总算松了一口气，之前悬着的心终于放下，重拾了对手术成果的信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干眼症虽然是个小毛病，但绝不能轻忽，特别是在术后恢复期。那么我们该如何对付干眼，避免它持续干扰视力呢？其实方法并不困难，只需要一点耐心和良好的习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定时使用人工泪液。人工泪液就像眼睛的保湿液，可以随身携带，眼睛干涩时就滴上几滴，能立即滋润角膜，暂时改善视力。不仅术后恢复期需要，多数干眼患者平时也要养成经常点人工泪液的习惯。现在有许多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成分中含有玻尿酸等润滑物质，滋润效果更持久，而且滴起来相当舒适。除了点药水之外，生活作息的调整也很关键，千万别长时间用眼，每隔半小时到40分钟就让眼睛休息一下，闭目养神或远眺几分钟，缓解眼睛的疲劳和干燥。环境方面，可以使用加湿器增加空气湿度，避免让眼睛处在过于干燥或有冷气直吹的地方。外出时遇到大太阳或强风天气，别忘了戴上太阳眼镜或护目镜，既能阻挡紫外线，也能减少风吹对眼睛的刺激。晚间睡觉时，如果眼睛无法完全闭合，角膜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也容易变干涩。这种情况可以在睡前点一些眼药膏或凝胶，为眼睛整晚锁住水分。再者，如果医生有开给你抗发炎的眼药水，一定要按照指示使用，因为慢性干眼常伴随眼表的轻度发炎，适度的抗发炎治疗有助于打破干眼的恶性循环。总之，补充泪水，减少刺激，控制发炎，三管齐下，绝大多数术后干眼都能逐渐缓解，视力的清晰度自然也就提高了许多。在这里再特别提醒一句，千万不要用手揉眼睛。很多人一觉得眼睛干涩就忍不住想揉，但是揉眼睛非但无济于事，反而可能揉出一堆新问题。术后揉眼会大大增加感染风险，手上的细菌可能趁机跑进眼睛里。另一方面，粗暴的揉压眼球可能导致角膜擦伤，甚至让人工晶体的位置移动受影响。比方说，有临床案例显示，术后猛烈揉眼可能导致人工晶体移位，也就是俗称的跑位，结果必须再动一次手术调整，非常得不偿失。所以眼睛如果痒得受不了，就滴点冰凉的人工泪液来舒缓，千万忍住别用手去揉。只要我们好好爱护眼睛，干眼症这个惹人烦的小东西最终还是会被我们驯服，老老实实的让出清晰的世界给我们。走到这里，我们已经找出了白内障术后视力模糊的三大主因：后囊混浊、眼底病变以及干眼症。它们各自从不同的部位影响视力，一个发生在晶体囊膜，一个潜伏于视网膜深处，另一个则作用在眼表泪膜。知道了元凶之后，对症下药就是接下来的关键。大多数后囊混浊患者只需接受一次无痛又快速的雷射治疗，就能重见光明。遇上眼底疾病也不要气馁，只要遵照眼科及相关科别医师的治疗计划，往往能稳定病情，守住现有的视力，甚至还能略有改善。而干眼症则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多花些功夫保养，但回报是你每天都能拥有舒适而清晰的视野。除了以上这三大主因，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原因也值得一提，比如人工水晶体本身的变质或移位。前者指的是极少数情况下，某些材质的人工晶体在植入眼内多年后，可能出现微量的钙化沉淀或表面雾化现象，患者会感觉就像镜片变得不干净一样。医生透过检查也会发现人工晶体上出现白蒙蒙的细点，有人形容看起来磅礴香槟酒里的气泡。这种现象称为人工晶体的钙化或蒙雾化，可能含晶体材质以及患者眼内的环境有关。
虽然非常罕见，但一旦发生且严重影响视力，就可能需要重新手术取出混浊的人工晶体，并换上一枚新的。再比如人工晶体的位置偏移，也就是俗称的跑位。正常情况下，人工晶体会牢牢固定在原有的囊袋中，但极少数情形下，可能由于手术中支撑晶体的纤维组织受损，或术后受到外力撞击，人工晶体在术后没有停留在理想的位置上，发生了偏移，这会导致影像无法正常对焦，患者看东西时出现模糊甚至重影。若出现这种状况，只能再动一次手术，调整人工晶体的位置或更换晶体。好在现今手术技术非常成熟，人工晶体移位的发生率极低，我们无需过度担忧。除了人工晶体相关的问题，还有像视网膜剥离这样的意外情况。有些高度近视患者因为眼球条件的关系，在白内障术后1-2年内发生视网膜剥离的风险略有上升。如果某天突然出现大量飞蚊，视野中有黑影遮挡，并且视力迅速下降，这可能就是视网膜剥离的警讯，需要立即就医，透过外科手术将视网膜修补复位。另外，青光眼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疾病。青光眼患者的视神经因长期处于高眼压而受损，周边视野会慢慢缩小，视力品质也随之下降。在白内障术后，这类患者可能会发现视力提升的幅度不如预期，但这并非手术问题，而是青光眼本身对视力的限制所导致的。再说的广泛一点，角膜、视神经甚至大脑视觉中枢的任何问题都可能左右我们的视觉品质。总而言之，我们的眼睛是个精密的感官系统，任何一环出现问题都可能造成视力下降。白内障手术只是更换了其中的镜头部分，唯有镜头清晰，同时底片、感光元件和传输线路都维持正常，我们才能获得理想而完美的成像。所以碰到术后视力不如预期的情况时，我们应该从整体出发，去考量多方面的进行排查，才能揪出真正的问题并加以解决。了解了术后视力模糊的种种可能原因之后，我们最后再来谈谈如何维持术后的清晰视力，好让辛苦手术夺回的光明长长久久。眼科医师们提出了几项重要建议，简单来说，就是要做到定期回诊检查，遵守医嘱护理，控制全身健康，保护眼睛，并且保持良好的心态。第一，定期回诊检查。很多视力问题如果及早发现，其实都有机会补救或治疗。白内障术后，医生通常会约您在术后第1天、1周、1个月等时间点回诊检查。之后即便视力稳定了，最好也养成每半年到1年定期检查眼睛的习惯。尤其像后囊混浊这种情况，一冒出苗头，医生一照就能看出来，早点安排雷射处理效果最好。眼底方面的变化也是同样道理，及早发现就能及早介入治疗，避免造成永久性的视力伤害。现在医院里有完善的视网膜检查和治疗手段，像先前提到的眼内药物注射健保也有给付，其实并不怕找不出问题，就怕您不来检查。所以定期让专业医师替您的眼睛做检查和保养，是维持术后视力的重要一环。第二，遵从医嘱，好好护眼。术后前几周是关键的恢复期，医生交代的各种点药千万要按时进行，不要嫌麻烦或自行停药。抗生素和消炎药水的按时使用能预防感染和过度发炎，降低各种并发症风险。另外，再提醒一次，不要用手揉眼睛，无论觉得多痒、多不舒服，都尽量用无菌的生理、食盐水或人工泪液冲洗来代替揉擦。术后1个月内也应避免脏水入眼，洗脸洗头时要特别小心，并且避免剧烈运动和提重物，遵照医师指示休息。还有要注意，不要过度用眼，刚开完刀眼睛还在恢复，长时间阅读、看电视或盯着手机荧幕都不适宜，中间务必要让眼睛多休息。第三，控制全身健康。眼睛是全身健康的缩影，许多全身性疾病都可能在眼睛上留下痕迹，比如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等等，如果控制不佳，都可能加速眼底的恶化，或引起新的眼部并发症。糖尿病患务必要严格控制血糖，并在医生指导下定期接受视网膜检查。高血压患者也要确实控制好血压，
因为血压大幅波动会影响视网膜的血液循环。如果有青光眼，也请务必规律地点用降眼压药水，保持眼压稳定。当全身的健康状况维持稳定，我们的眼睛才能跟着安稳，不至于刚做完手术又冒出新的问题。第四，均衡营养与适度防护。常言道，眼睛是灵魂之窗，我们也要记得给这窗户的玻璃和窗框补充养分，并做好防护。平时饮食中要多摄取对眼睛有益的食物，例如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深绿色蔬菜，像菠菜、甘蓝菜，以及黄色蔬果，如玉米、南瓜、木瓜，都有助于维护黄斑部的健康。富含 Omega-3 脂肪酸的食物，例如深海鱼和亚麻仁籽，则有助于改善泪液品质，减轻干眼症状。蛋白质和各种维生素的均衡摄取也不能少，充足的营养有助于促进术后组织修复。除了内在补充，外在的环境也要多加注意。外出时记得佩戴太阳眼镜或是宽边帽遮阳，减少紫外线对眼睛的刺激。紫外线除了会加速天然晶状体的混浊，也就是引发白内障，也可能伤害视网膜，所以术后更要谨慎防护。我们还应该避免长时间处在空气污染严重或烟雾弥漫的环境中，必要时可以戴上护目镜或眼罩来保护眼睛，保持眼睛的湿润和清洁。第五，调适心态，保持耐心，要有正确认知。白内障手术固然是现代医学中非常成功且成熟的手术，但它并不是能让视力永远完美的万灵丹。手术之后，我们仍然需要持续爱护眼睛，留意眼睛的其他健康问题。对于术后依然存在的视力困扰，不要过度焦虑沮丧。正确的做法是积极面对，寻求医师的协助。许多治疗，例如眼底、打针或雷射，都需要一段时间含多次疗程才能见效，因此患者需要有耐心配合治疗进度，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心态上也很重要，要保持乐观放松的态度，这有助于全身健康的稳定，对眼睛的恢复也大有裨益。别忘了，压力太大本身也会影响身体状况，甚至可能让眼压升高呢。所以用平常心看待恢复过程，既不掉以轻心，也不紧张过度，相信医生的专业，也相信自己身体的复原力，给他一点时间，一定能看到逐步的进步。说了这么多，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白内障手术后视力再次模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现在我们知道，这并不是白内障复发，更不是手术失败，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是我们提到的那3大元凶在捣乱。了解了真相之后，我们也发现每种情况都有其对应的解决方法，例如进行一次快速的雷射治疗，或展开一段针对眼底的后续疗程，又或者制定一套需要耐心的保养计划。不管是哪一种，只要我们积极寻求专业协助并配合治疗，大部分人的视力都能恢复或至少维持在令人满意的程度。最忌讳的是自己胡乱猜测，延误就医，或因为害怕治疗而放任问题恶化。一旦觉得术后视力不对劲，不妨冷静想想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可能性，然后尽快前往眼科报到，让医师来替你找出真正的原因。待问题真相大白，对症下药之后，你很可能会豁然开朗，心里不禁感叹原来如此，随之重新找回那久违的清晰视野。希望每一位接受白内障手术的朋友都能记住这些观念，并在术后继续细心爱护自己的双眼。如果哪天模糊再次找上门，也能够沉着应对，请出我们提到的雷射绝招或保养妙方，把清晰的视力重新夺回来。让我们携手与医护人员一起守护宝贵的光明，让这世界的缤纷色彩永远鲜明地映入我们的眼帘，清晰一辈子，不再被白雾蒙蔽。